啊。哎，这边不要太直，这边再多。是你刚刚说这边要怎么沉？这边下去嘛，让这个筋出来啊。这个筋，这个筋嘛，这个筋跟这个筋。这边好像沉，肩膀稍微往上面。不用啊，沉下去啊，不要扬啊，沉下去啊。你不要管上面，上面没有上面的事，是下面的事。你这样，这样不懂？这个曲线出来，拉起来，这个再沉，拉开，这个曲线出来，曲线出来，哎，有点体会吗？它又有力量，又有弹性，哎。好，来，这个不能做一半哈，再加一个。我们在走掌的时候，那个推掌在走掌的时候，就是这个手。那它本来在你前面的话，是这样子，或者侧身的话，你看，如果是侧身的话，是3个关节直线先出去，然后3个关节做曲线。3个关节做曲线，往圆心推，然后呢还不够，往那边推了以后，你的身体中央要像一个轴，这是你从身体卷出去的一条线，这样不懂？这个线就往前面就钉死了，就往前了，然后这个轴再转，再把它拉紧。到这边，所以这个是直线变曲线，到你的身体这边了以后，从这边转，你看手不能收回来，身体的拧转，再把这条线再收紧，手掌维持到这个轴，这样不懂？试试看。手掌的时候，就是说这根线要有50个，对，松一点，稍微紧一点这种概念吗？还是说一直都紧的概念？先练出这个，然后你就可以放掉，因为这个的练习它紧嘛，是不是？对，它是先把你的，好像你有一卷线，有一个轴，跟以前编那个什么编毛衣啊，它不是有一团线吗？然后有一个轴吗？它一边编一边拉出来嘛，是不是？是不是？你这个我们现在练的是把这边定好，然后把它卷回去，把这条线先把它顺，先把它弄顺了。然后你在练的时候，你这个有了以后，你这个练一段时间，就可以把它放掉。你放掉的时候，它那个力量还是有，就不会变成垮掉的。但我没有说垮，我是说有点松紧的概念，配合步伐，就是说稍微松。No， 当然都是一个撑住的。No， 你如果说太累了，你可以松。我们这个筋只要就是要，譬如说奔到 always 奔到100%，譬如说尽全力，还是说有时候是在某些踏步的时候是80%，有时候是90%。因为老师，你看我用这个力走，你有这个力的时候，你的手掌是这样，
你的手掌是这样子的，我出去哈，下来，然后我这个拧起来的时候，我这个是不是在卷它？所以当我在走的时候，我是你看，我是这个力量在走，听不懂？我是这个卷的这个力，所以这个力量不能松，这个力量不能松掉啊！你看，出去直线变曲线，然后拧转是不是又走了？所以我在走的时候，我是一直要保持到这个拧转，你看，所以不是我在走，是我拉出来的这个，在走，我拉出来的这个，这样有看到吗？有看到吗？它不是从头到尾都这个样子，它是练这个东西的时候是这个样子，但是一样的是什么？一样的是力量在前面，动作在后面，先形成力量。那你这个有了以后，然后呢，你就不需要拉那么紧了。你一出来的时候，一翻，它就有，这样不懂？你的每一个地方，你会一翻一沉，它就有了嘛？你就不需要拉那么紧了。拉那么紧是现在让你们把那个不是很顺的筋啊，把它扯出来，然后呢，让它形成弹性，增加它的弹性跟力量，听不懂？否则你一直是这个样子，那个筋根本没有练到啊，筋没练到啊。那你走动的时候，增加血液循环流得快。我说筋要靠什么？筋要靠血来养嘛，它要靠血的温度来养它。所以你不能，你在这边不动的话，尤其天冷，它会凉啊。你的气血不怎么旺的话，它会凉嘛。所以你这拉起来以后一拧，慢慢的走嘛。你要跟着这个力量走，所以你要拉出这个力量，你要体会到这个力量。所以你看，是这个力量拉着我走，是力量拉着我走，听不懂？所以不是我去走，所以你意念要灌注到这个手面上，不是意念，当然你的动作做到了，你的意念就在上面嘛。因为我们一般讲晨间坠走，这里就还是坠了，但是你撑劲比较多。对，它还是坠，坠是不是一个力？坠是要把它做实。坠是不是一个力量？对吗？那这种是什么？用它的力量。那你这个有了以后呢？你不需要了，你就啪一下它就坠了嘛。那大圆小圆差别？大圆小圆是你这个拧转，小圆它拧的比较紧。对，摆扣比较紧嘛。拧转的越紧，它越小，所以开始不能走小，开始走大。晓得吗？但是你要有这个力，你要有这个直曲线。转，把线拉回来，弹性出来，力量走了，所以你这个轴跟这个都不能掉。如果走，身体变到这边了，它就没有了，它就断了。听不懂？拧转有了，走，你走，手变成这样子了，它又没有了。力量带我们走。没有力量，你那个走是没有意义的，听不懂？所以八卦拳要求你的行动当中都要带着力量。那个脚步呢？因为我看你的脚步，你是踩摆跟扣，但是摆跟扣好像看它要有那个，我们是中间有一个圆心嘛，我们是在圆周上走嘛，所以在圆周上面，圆周是不是一个弧？
所以我往这边的话，它是不是摆？我往这边它是扣。那要保持到什么？保持到这个两腿是相贴的，它是这样子的。那你就不能这样走啊。在 YouTube 上面哦，哎，他刻意，他这个不行比较平，因为他们是在脚，板比较平，他们是在脚，他们在脚，不对，在胯。所以你的胯有摆扣的话，你的胯在做摆扣的话，你的脚就不会甩那么远啊。晓得吗？说是胯在摆扣，胯在做摆扣啊，然后这种力量你们就晓得了嘛。这种力量你就有一个往上的力，你就有一个往上的力了，是不是啊？那你如果是这个样子的话呢，你是往下的力，你是往下的力，懂不懂？你如果是这样走的话，你是这样走的话，你的身体是往下的，往后的，你的力量是往下的，往后的。那你说你拧的时候，它会不会往上推？我们的身体也在做，身体也在做这个嘛，跟我们的提胯嘛。它会试着要伸。那刚才教你们的这个腿是不是要提？所以我们在走的时候，这个腿的力量是往上的，它是往上的，它不是这样子，它不是往下的，听不懂？这是它的基本力，基本的嘛。当然，你们开始练的时候啊，以前我教你们开始练的时候啊，不是这样子的。你们有练过？以前我教你们开始练是先有这个落下走到胯啊，然后平提起来到膝再落，是不是？平提起来到膝再落，这个要有，因为它这走一个规范，它表示说腿的那个运动方向。腿的运动方向是一个踩脚踏车一样的，是这样子的方式，不是这样子的方式，不是这样的方式，是这样的方式在走。所以开始练习，你要分开练，先走什么？先走一个规范，就是抬起来过膝，重心落过去，抬起来过膝，动一个圆一个圆一个圆，这样子的，晓得吗？因为这样子的，我刚才讲了嘛，力量要顺着什么？顺着骨骼跟筋的方向。所以当我这样走的时候，我的骨骼是不是这样子垂直的？力量是不是这样子的？那我的结构是这个样子的。我如果力量是变成这样走了，这个是前后的啊，那是不是跟我的骨骼上下的就相逆了？就是我的脚的走动，我的行动不能够帮助我这个结构要做的事情，反而什么？反而拖累它了，晓得吗？所以是拔的，所以是拔的。整个在走的时候，它是拔的，拧转拔，拧转拔，拧转起来拔的力量是这个样子的。所以从一开始就不同了，从一开始就不同了。就你在练拳的时候，你的身体结构，你的力量是这种力量往下沉的力量，还是这种力，还是这种提起来的力量？一开始这个不一样，后面通通不一样了。你就算是练同一派、同一套拳，你如果一开始的这个不一样，后面通通变了。所以我们是走着步的话，是用胯来提腿，用胯提腿，膝盖提腿。不是。你去试试看嘛，我教你们试嘛。你如果提膝盖，你的上身是往后的，是不是？你提胯的时候，这个力量帮助你往前，所以是练在胯，在胯的肌肉就会越来越强。对，屁股会变大。听不懂？这是一整个的逻辑，所以我说八卦拳是一个系统，
它从头到尾贯穿的那个逻辑跟基本要领，通通一样。所以我说你们要去注意力量不要去太执着于动作，力量走对了，你的动作自然对晓得吗？去练练这个今天是膝盖跟胯跟这个手臂到后面的这个，这是以后走圈因为慢慢天凉了嘛可以稍微练这个东西这个东西你在练的时候你看着它是伸开可是它的你看你在做的时候，它的力量是抽回来的，它力量是抽回来的，所以它是在里面把它锁住的，它不是发散的，它不是这样子出去。你这样出去的时候，这边是出去的，你的内在，你在内在的气，你的力量是往外散的，往外散的。它不是的，它这个是看起来是开，可是它是合的，它是你看。全部收进来，在这边好，这个你们这个礼拜有时间去熟悉一下好，有问题吗？没有，那就下礼拜见了好，拜拜。